欢迎大家今天来听这个讲座。那么这个讲座呢，就是关于这个髋关节，老人家的髋关节。当然，这个并不一定是老人家，每个人都可能发生，我们年轻人也可能发生。那么这个事情呢，却发生在我们家老人身上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本人不是医生，我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以一个病人家属的那个角度呢，看这个过程是怎么回事，加拿大的医疗体制是怎么回事。那么我觉得呢，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呢，那么以后大家家属应该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？好，所以说呢，我在这个网上呢，实际上找了一下我们今天的大概的议程呢是这样的。虽然大家不用去看这个小字儿，那么实际上我们今天的主要的问题呢，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换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，对吧？这是一个事儿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说，是我们家的父亲，他90岁了，那么这么大的高龄换髋，那么这个整个过程和体验是怎么样的？那么现在的目前的状态是怎么样的？术后，对吧？这大家关心的问题。好，尤其我说的恢复时间表嘛，好吧？还有一些长期的一些病理的一些过程，那么家里面呢应该怎么对待？好了，那我们先很快的看一下这个换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大家这个换髋，一看就是这儿，对吧？就是这儿，这有个髋骨头。那么实际上呢，这就是说，你看我们在下面有一张图呢，会非常的清楚的介绍这个问题。大家可以看这个，是跟大腿相结的这个。哎，对，你看，就是实际上呢，就是髋呢，就是这儿，就是这个，这是整个这个盆骨啊，对吧？盆骨。那么盆骨头呢，在这个里面呢，实际上呢就有一个窝，我们说叫做髋臼，对吧？它叫髋臼，就像那个我们磨那个米粉，对不对？你不是有一个臼在那里面磨嘛？就那样，那是个长在这儿。那么长到这儿之后呢，那么整个这个骨头啊，就是通过这么一个骨头棒子，对吧？你看这个骨头伸出来这么一个棒子，就连在这上面。那么就是这么工作的，所以说呢，你要仔细想的这个东西啊，还是蛮脆弱的一个东西，还是非常脆弱的一个东西。那么就是这样的。好了，那么现在的问题呢，就是说，如果正常的情况，包括我们年轻人运动多了，或者是经常磨损，对吧？实际上这个地方呢，你想想，整个这个大腿的重量以及全身的重量都是在这个臼里面，就这么一小块东西。所以这个东西呢，如果发生了疲劳，如果你经常使用，或者是有时候有旧伤，那么比如说像刚才这面图里面，那么比如说你有关节炎，对吧？那你整个就行动不便了，那你行动不便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。好了，那么这是整个这个原理。好了，我现在呢就是讲一讲呢，就是集中的讲一讲，我们家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今年我们家呢，这个故事呢也很短，是我们家这个老爷子呢，刚满90岁。刚满90岁了以后，90岁以后，我们跟他庆了生，庆完生的第2天早上，我估计这个老爷子有点得意忘形。对了，有点得意忘形，他觉得我活过90岁了，然后呢，早上起来就迷迷瞪瞪从楼上下来，所以呢，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，今天也要讲的，就是说家里面要如何改善，这也是我今天要讲的另外一个话题。那么他呢，就从最后的几节台阶就摔下来4节台阶，就当，就这么溜下来。好，溜下来了之后呢，人就是处于这么一个状态，就坐在这儿，就不动了。不动了之后呢，那我妈就立刻打电话，好，我就过去了，因为他们不跟我们坐一起，我就过去了之后呢，当然这是一个大人都有的常识，不会动，对吧？因为怕脑溢血啊等等的那种，他就一直就坐着。好，坐那儿以后呢，然后我一看，那我想试图把他扶起来，他完全动不了，疼尖叫。然后这时候呢，就说那没办法，打急救。好，急救车很快就来，一看90多岁，那想都不要想，很快就来。好，急救车来了以后呢，就大家七上八下把他抬了，就去了这个 QCH， 就是这个 Queensway 的医院。清晨大概是8点钟进的医院。那一天呢，实际上呢，反正医院里面总是有很多病人。医院非常的有经验，骨头骨折。他就说他一看，他就说这么大年纪一推算，然后就是说X 光，对吧 ？X 光立刻就排，级别都非常高，立刻就8点钟、10点钟就照完 X 光。好 ，X 光一照完了之后呢，我待会儿会有那个图片。
我待会有修，没事，挺好的，这样有交流嘛，对他这个也挺好的，对吧？有这个自然的情感的流露，他呢就 X 光一出来，那这个待会我会给大家看这个图片的 X 光是怎么回事，我都有。然后呢，这个手术，我一听就懵了，我说什么手术？他说换掉。我当时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，90岁的人伤筋动骨这么大的地方给换，我当时是有一点不情愿的。好的，然后他说，我说什么时候换？他说今天就换。那挺好的，挺好。他说今天就换，我当时都有点一下就懵了，蒙圈了以后，我当然也不能违背他们，然后我就立刻就开始，也不是说立刻就换，然后他们说要麻醉师就绪，所有的人就绪，要到凌晨12点的时候换。这是上午大概已经中午的事情了。那个医生看完了之后，中午的事情。好，中午的事情完了之后，这个时候呢，我利用整个这个下午的时间呢，就到处找朋友，也有一些学医的，我就问他们，我说这种情况到底该不该换？很多那个朋友呢就说要换。我们的想法是这样的，觉得这个东西不就是他是说是骨折，他只是说是个骨折，待会你去看，其实就是很小一个东西。那么我们可能就想法就是说这个骨折嘛，90岁不动手术，慢慢的康复不就行了吗？其实不是这样的。很多人就说了，这个东西一旦骨折了以后啊，这个骨头啊，实际上呢，这个骨头里面有很多血脉，它一旦发生了骨折以后，这个地方表面就不会通血了，就会坏死。你要是不及时处理的话呢，会坏死，坏死到最后发炎，那就完蛋了，那就真完蛋了。他说越快越好。好，后来我基本上呢就相信了这个道理，所以说呢就同意了，就是立刻就开始做。立刻做了以后，到了整个这个医院里忙成一塌糊涂，然后把他送到那儿做各种各样，因为他还要检查他血压，都符合条件才能做。好，这么就到了凌晨的凌晨了之后呢，整个这个手术很快，我大概在那医院里面明明灯灯，大概睡了1个多小时，大概就给推出来了。推出来了以后呢，就在这个它边上有一个这个你们知道这个在 QCH 的话，2楼就有一个重症的一个监护室，然后他就在那儿，那里面病人好多，然后他就把他因为像这种老人嘛，也没有保险，都是用公费嘛，但是他们就是说一看这么大年纪的人，实际上就给他弄了一个2人间，他有4人间的，你像生孩子那些都在那里面。好，他就2人间，还算是不错。然后那2天呢，我都在那儿。好，那么手术以后呢，这是整个这个过程，听起来都很好。那么大家觉得可能就是没有什么问题。实际上呢，这里面我经历了一个我最不可思议的东西，就是这个叫大家可以看叫 post， 就是 operation 的这个 delirium， 这个东西这个词的翻译呢，就是叫残妄。残对吧？谗言对吧？就是说我们说小人谗言，妄就是痴心妄想，叫残妄。我就这个词儿翻译的对不对？那确实是这样的。到了手术后，他到了第2天，对，第2天过去了，第2天，我父亲醒来了。那么这2天我都在医院里。叫展望啊，好，他学医，展望好。然后他呢就起来了以后，我就跟我父亲，我就跟他开始交流，然后我父亲就开始就说一些，我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，的一些事情。然后呢，甚至我就出去上了趟厕所又回来，然后我父亲说：“你看他们这个医生多坏呀！我住在这么高级的这个宾馆里面，然后呢，你知道吗？你妈在楼下。”你妈现在在楼下，说的很对。你妈在楼下焦急的等我们，她不让她来这个宾馆里来看我。我母亲都90岁的人，都推着轮椅，怎么可能来看她？我当时就觉得好奇怪啊！你爸妈不都90岁？就糊涂了。对，就糊涂了。他糊涂了呀。对呀，就是第2天的事儿，就第2天的事儿。好，然后呢，
就整个就发生了。然后呢，我就后来因为那医生就给我发了这些小册子嘛，实际上我之前看了，我当时只看了这个英文，我当时看了这个英文，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我只是说他可能会，不知道人就会这样。然后呢，谵妄，谵妄就是一种兴奋状态，要伴有精神发。好，这个专业人士说了，人很兴奋，而且紊乱。好的，确实是这样。然后呢，当时我就发生这个情况以后呢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已经很累了。然后呢，我就说我要回去洗个澡，对吧？我就回去了，就回去了1个小时。回去了1个小时，等我再回到医院里的时候呢，我就发现呢，我们家老爷子呢，被他们医院里面呢锁在了一个椅子上，一个沙发，一个沙发。那个沙发呢，是这样的，坐在里面，那是个沙发，那上面呢有一根棍儿，上面有钥匙。就锁在那儿了，因为他毕竟动不了了，他就锁在那儿了，然后他就在那儿，可能就在那儿，在那个医院那个大厅的正中央，摆那个沙发摆在正中央，然后呢，就是所有人都看得到。好，我一去，哎，我看我们家老爷子就坐这个大马路正中央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这个，他说，哎呀，儿子你来呀，他们这么对我呀，怎么样？他们我要出去啊！就这样，然后呢，我就问了医生，护士说呢，你一走了以后，他就要下床，然后就要回家，没人管得了他，然后呢，他们就只好把他关在那儿，然后呢，他因为到处乱动，因为护士到处人嘛，所以他们就想个办法呢，就把他放到那个医院的大厅中间，所有人都看得到。好，这么就搞了。但是这个东西呢，就是24个小时，第二天在48小时以内。然后我当时都已经有点晕了。当然，我虽然不知道这个东西，但是还是比较害怕，因为我心想，他把髋做好了，如果精神上像这样的话，那还不如不好呢，对吧？因为这个东西，你就等于说是疯了，人就疯了，完全疯了。好，所以呢，你说对，这就是麻醉药。好，那么这是我待会要说的，就是有一些注意事项。好了，那么就发生了这个以后呢，但是好在呢，48小时以后就没了。好，第二天我又陪着他睡了1个晚上，到第2天早上起来，我父亲就很正常了。然后他说，哎，这个好疼啊，怎么，就开始就有这种就好了。好了以后呢，然后呢就手术以后呢，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呢待了大概4、5天，手术非常的成功。4、5天了以后呢，也没有炎症，在这期间呢吃抗生素。凝血剂、凝血药，就是 blood thinner 和那个和这个止疼。好，那个止疼的话呢，我因为这之前听说了，所以他就是头48小时，大概吃了一个52个小时，我就不准我父亲吃了。我说你到底疼不疼？他说是有点疼。我说你能不能管得住？他说可以管得住。我说管得住就不要吃这个止疼药了。我说这个止疼药只能把人给搞坏，所以呢他就没有吃止疼药了。好了，这个时候呢，当然我也不能天天守在那儿，他们的护士又很多，所以呢，最后我就跟我父亲说，不管什么人来，拿一张纸说我不要止疼药，他吃的很频繁，抗生素、止疼药还有凝血剂。好，这样的话告了4天，大概第5天以后呢，他们一看情况不错，他就立刻就把他移到了这个边上的康复中心。我们在康复中心呢就很好了。他一看这么大年纪的人，他们就给他，实际上呢又是里面康复中心里面，他其实上有很多房子，他给他弄了一个最好的，外面有风景的，在窗边很不错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又待了大概1个多星期，在这个1星期内呢，那个医生护士指导他呢怎么样去康复。那么其中最主要的呢，就是手术以后呢不能做几个动作，就是不能交叉2郎腿。不能做，因为这个东西会弄它。然后呢，不能弯腰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医院里面呢给他呢各种各样的专业的工具，比如说有东西啊，夹袜子，他可以把他有鞋套子，很好玩的。他有一个东西夹着，然后呢，你不用弯腰，那个袜子啊，你会想你不弯腰拿一个那个东西怎么去把袜子穿上啊？还能穿鞋子，他那个东西一弄，然后一套，很科学，一提那个袜子就穿上了。这一套东西呢？对，这一套工具都有，然后这一套工具还包括那个上厕所。当然，在那个期间，他们推来了那种移动的厕所啊。但是呢，回到家以后呢，那怎么办？好，我们在那儿待了大概有1个星期，因为这都很多钱啊。
好，1个多星期，他们一看他没什么事儿，就说你们要回家。当那个时候呢，我觉得我爸呢也已经待不住了。在那个康复中心里面呢，每天有吃的有喝的，当然我们也给他做。同时呢，他边上有一个叫体育，有一个叫 gym。那么呢 ，gym 里面呢有这种小楼梯。那么跟他讲的，那你就是说培养他，你上楼梯呢，你就当时我父亲做的是这个。那么你就说你不能这只脚去提，一般都要这么上，扶着这么上，这么上，就这种拖着上。好，那么教他很多这种动作，什么能做，什么不能做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就搞了大概1个多星期。那么在这个1个多星期呢，我就没有闲着，这是我待会儿要讲的第2个话题。这家里该怎么办？这家里这一套都要搞。好，那么我先把这个话题讲完。那么这个1个星期多以后呢，医院就把我们放出去了，放着我们就回家了。整个这个手术非常的完整，非常的好。当然，我现在我是3月份做的，3月份做的，我现在已经12月份了。我爸呢就基本上可以走路没有问题了。我觉得他呢走路呢总是这么走，但是我认为他是一种习惯性的。他觉得他这里有问题，他就要这么走。其实他没事儿了，他可以这么走，但是他就是这么走。伤口都看不出来，都很好。那么待会儿呢？多长的伤口？待会儿都有。我一个个来。好，然后呢，这就是整个的过程就回到家了。好，然后呢回到家了以后呢，回到家以后还要接着吃药，还要注射那个 blood thinner。你会到医院里面呢领一堆那个注射器，在家里面呢自己打，就是每次在那个肚子上砰打一下。打在肚子上，不是打在做手术边上。肚子上，就在肚子上打。降血糖的啊？不是降血糖的，是那个 blood thinner， 就是抗凝血。它是怕你，因为它里面因为你开了刀啊，手术以后如果有一些异体组织，它你血块啊、血栓呢，所以它就防止那个东西。防止下肢静脉血栓形成。好，对这个东西呢，其实呢，blood thinner 呢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东西。我们家呢，这是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事儿。我有一个岳母，我岳母呢10多年前在这儿呢检查出这个直肠癌。我那时候岳母都不到60岁，身体特别好，然后就一直在跟这个化疗做斗争。然后最后呢，他并不是被化疗和这个直肠癌带走的，他发现的时候已经是直肠癌的晚期。但是因为我岳母身体很好，整个过程都在维持，他最后不是被这个癌症所带走的，他是被这个凝血剂，就这个东西，就是抗凝血剂给带走的。因为这个东西有很大的副作用，它会让你的这个血管壁变薄。结果最后我的岳母是死于严重的脑血栓。是破裂了。破裂，整个破裂不叫脑血栓，脑出血了。脑出血，他最后75%全都在血里面，脑子。所以这是话我不讲这个太多了。好，那么这是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大家都知道了，这大概是怎么回事儿。这大概的时间呢，大概也看到了，这是大概的这个时间。好的，那么现在呢，这个话题啊，我们先讲到这儿，因为今天的内容还比较多，只有半小时。我们先呢来看看这些照片吧，一个个来看一下。这个照片呢，就是当时的，这个有点过亮了。那么这是当时啊，大家有点这太亮了，就是当时就这个地方，他说有点骨折在这儿，这是那个髋骨在这儿，这个是那个臼在这儿，对吧？这是那个棒子，那个骨头棒子它在这儿。我还有一个角度看看，因为这个这上面看蛮好的，但是这上面曝光有问题。但是这看得清吗？这个会好一点。你看，这是从另外一面，这是那个肚子里的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了。你看这儿看见没有？这是骨臼，它就有一点这个骨折，一点点，你看出来觉得好像没有，那医生一看就说不行了，就不行了。然后呢，这是我父亲他就是躺在那个这是凌晨大概11点的时候，已经就整个进麻醉了，已经就是在那个进入这个手术状态。这是他们的那个 X 光机，移动式 X 光机，他把它一放到他身下就能照一个东西，他随时看那个情况。好，然后好，谢谢。好，你看啊，这张照片很有意思的。你看，这就是他们手术做完了以后，那个凌晨的时候，那个医生很好，立刻就给了我这张照片。那个一完了以后，立刻就我不是给的，其实我拿手机拍的，就给我看了这张照片。大家看这张照片，就在这个位置啊。你看这个骨臼，一个金属的，然后呢，这个金属的东西是什么？这是一根针插到那个骨管里面，
插到这个骨管里面，然后他那个手术在哪儿做的呢？比如说这个地方哈，他是在这儿开了这么长一道口子，就在这儿开了这么长的口子，开，把肉拉开，然后呢把这个东西啊。把那个医生有很详细的那个说明，那个英文的说明我仔细看过。他说呢，他们把这个东西割开，就是割开了之后呢，把这个针呢，看这么深插进去。好，他说一旦插进去了以后，他们发现这个老人家这个骨头这个地方很脆。那你想这么大的身体，这么多这个骨头棒子，你一插进去，这个地方不会裂吗？对吧？会裂啊。所以他们在这里又箍了一圈钢丝，看见了吗？这有一圈钢丝。箍在这儿，让它不能动，也挺吓人的，就像那个做电工做那个什么一样，看见吗？然后就把它弄完，就是这样的，这是这个过程。然后呢，你看这是手术的那个大概2-3天以后，其实第2天就基本上可以了。他画完了之后就已经可以这么在那医院里面慢慢的走。然后这是他在那个，这是我们在康复的，这是应该是还是在那个病房里面。就是在那个2楼的那个病房，还没有到康复，他们可以啊，你看他去洗脸啊，这是那个真的在这儿，看见了吗？在这儿，就在这儿很长一段，一直到这儿，看见没？但最后他缝合的时候呢，就打的那个订书针，看见了吗？就拿订书针哒哒哒哒打的，然后呢，它整个过程很干净，然后呢，这个打完了之后没有什么血，然后外面呢蒙了一块这个透明的这个胶布，那个胶布呢，后来几天就给撕掉了，就它。没有任何炎症，就说这个手术我们是很幸运的，整个这个手术没有任何就是多余的炎症，没有多余的什么东西，就一切都是没有发生任何其他的。这是那个康复中心，这是康复，大家实际上可以看得到的，这就是那个 QCH 外面的 emergency， 你们大家从 emergency 进来，这是在 emergency 上面，这上面写的 emergency， 他就住在这上面。这个病房很大很大。然后呢，在这儿，后来我们就这个，你看他住在这儿，你看就整个这个房子它很大的，住在这儿很舒服。我就睡在那儿，然后呢就吃饭什么的，他都有，1日3餐都有，然后后来就有这个轮椅了，90岁了，对，然后就有轮椅了，这是我们家自己的轮椅车，之前就有，然后呢就对坐了这个轮椅车，好，这就是你看，这就是他那个中心，这是在2楼，那就你拼了。rehabilitation 反正是不管它吧，好，反正这个在那边康复中心，这就是在医院里面，这是在医院，这是康复中心，它有2个阶段，头一个阶段是在那个所谓的也不是重症了，就是一般的就是监护中心，然后就在那儿，对，然后呢这就是所有的照片给大家分享一下。好了，照片这就是整个大概的这个过程，它现在呢就基本上我讲了，基本上已经完全好了。这个手术呢。我认为呢，这个医生非常的专业。1个月了啊，从3月份开始做的，9个月了。9个月了，他基本上现在没事了。我讲了，他已经完全好了。其实，医生非常的专业。在这期间呢，我们应该去频繁的去访问这个医生。我整个过程都很 smooth， 所以说呢，我也没去，他没有任何炎症，现在都完全愈合了，人就跟正常一样了。所以这个手术呢，还是。挺好的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进入第2个话题，就是家里该怎么办。好，家里呢，你在他要你出院之前，你呢要买一堆东西，你要证明你买了这些东西，你要没有的话呢，你就在医院里面买，反正那也没办法，人家对吧？我们就在医院里面买了一些什么东西呢？夹袜子的夹子，那些还有一些什么坐垫，反正。好，然后呢，一些主要的东西呢，你像这些东西呢，都是在那个专门的医疗器械商店。那么这个商店在哪呢？有渥太华有很多，比如说那个大家去这个新开的那个大统华，大统华那个边上就有一家。东西呢，反正不便宜，这没办法，对吧？你到了这一步了，那就他供我都不记得了，那我不记得了，反正但是呢，我知道。轮椅之前的轮椅是买的话是有是可以补助的，对，你们要去看一看哪些东西有补助，去找政府要一点补助。你说的是Shoppers Drug Mall 旁边吗？对，就是在那大统华那边是 Shoppers 的，实际上是。 OK， 反正那边有一个
它旁就紧挨着它，它紧挨着它专门的一家店面。专门是提供一些。那他应该很清楚。那个怎么申请的补助？那我就不记得了，早对不对？那就你买这个自动就给你补助了。对对对，我们现在讲这个话题吧。这个除了这些东西以外，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说，老人现在呢，他们住在这个上面的这个房子，那现在麻烦了，对吧？麻烦了怎么办？麻烦了之后呢，这个房子呢，我们记得大家好啊，今天呢，好，我记得当时呢，我就专门就做了这么一个视频，因为很多人家里面呢就要开始装这个自动扶梯了。那么这个房子呢，实际上我父母住的房子是个 townhouse， 那么看上去很狭窄。那么如果大一点的房子会更好一点，但实际上所有的房子都是可以改装成这个东西的。这个玩意儿呢，你说它有多高科技吗？没有，它就是在你们家装一轨道，然后一个小车就上去，然后就像坐专栏车一样，速度不是很快，它可以调，非常平稳的就这么上去下来。好，平时呢处于充电的状态。那么这么一个玩意儿呢，我跟你说，买新的可贵了，可贵了。你看我们在这个视频里面，我们接着来往下跳啊。我们这个视频呢，给大家来讲一个大家形儿派这个 shape 的这么一个楼梯。那么这楼梯呢，最后呢会在这上面。那么我们你看这个问题呢，就是说每家结构不一样。如果你们家呢，如果就是一个直筒型的，这是最便宜的，但是不可能这么直筒的，一般呢都有一个弯道或者一个什么的。一有弯道，这个价格就直线飙升。那么弯道的价格就是这个直道的至少1倍以上。那么这个弯道如果买一套新的呢，上万，很贵。那么你可能会说，这个玩意儿不就这个电机这玩意儿吗？这个东西，我们现在买的这个是英格兰货，英国货。他说这玩意儿中国人要是一进来不得了，我跟你说这玩意儿还真不能进得来。他这玩意儿，你说这老外有的200-300磅。就是那个东西，那一个就像一个小专山车的小轨道，一个小小的轨道，对吧？他把你这个东西弄进来，它实际上呢也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它那个椅子呢是双马达、双齿轮、双驱动，然后呢它它是在那个轴上，所以它这2个马达呢实际上是背在背后，是沿着那个轨道走，对吧？沿着那个轨道转到这里的时候呢，它实际上这个高，这个要低，然后它们2个协同配合。所以那个机械呢，当然，我们中国现在的这么强的制造业没有做不出来的。但是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呢，就是这里面的这个安全合规的问题。这种医疗产品，万一出了事怎么办？对吧？我们说，中国的制造业确实很强，但是有的时候呢，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用多少年以后，你说你用了一个5-6年。300磅的一个大胖子上去，你还不出事儿，这个有点麻烦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还是要买这边的东西。这个轨道上来那个理想的情况，我们可以很大的这个疑惑。那么这个旋转的部分呢，每个家里面这个旋转的角度不一样，旋转的陡度都不一样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，你可以看到一个细节了，看见了没？它实际上这就是轨道，这个轨道下面就是一个就像你们专栏车一样的滑轮，看见几尺，然后呢，这个我说了，这个后面背着2个东西呢，那个椅子后面背着2个马达，那个几尺呢，就在这后面，在这个轨道里面，它卡在这个轨道里面的，这上面还有槽，就卡在这个轨道里面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你看这个弯道是最麻烦的。你看它这个弯道，它不仅仅要弯，它还要拧。那么你可能会说，哎，这个玩意儿是不是一定？那每家结构都不一样。你想每家上多少台阶，旋转多少度都不一样，对吧？看起来是蛮复杂的一个事儿，但是其实并不复杂。它这些都是预制件，它其实早都算好了，多少角度。他那个人呢，我买的是旧的，价格1半以下。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老人呢，不过有做这个生意的，你知道吧？比如说家里面老人去了，对吧？他们就把这些东西又回收。所以这个人呢，就是在 Kijiji 上。他很多生意，他原来就是这个英格兰厂的这个人，他后来不干了，他觉得可能挣得少，他就到处去奥拉瓦收，他们家的库房里一堆，但他因为是他这个厂的，他一来他就算，他反正他那个尺一算，角度一算，他就说你应该用这个配件，他从车里面就拿来就装成这个样子，然后呢，最后呢，你看。
那么这个如何选购自己的产品的话，那么我经过很多的研究呢，那么就发现每个公司这个产品呢，那么它根据每个家庭的情况，好，我们往下跳。那么我们这时候可以看到这个，他把这个支柱啊，支柱装上，实际上它是用2个这个，你看他把那个支柱呢，后面螺丝啊，这个配件，你看最后呢，他把那个直线跟它连在一起，看见没有？旋转，然后把那个高度调高，调倾斜。那么所有的这个轨道啊，距离这个栏杆的这个间隙呢，这个是20厘米，因为我们这个椅子和椅背呢要在这上面运行。所以我们这个项目的进行呢，我们现在已经移到这个底下的这个弯道，把下面的这个弯道啊弄好了以后呢，你看，那么所以呢，我们家这个房子呢也是稍微有点复杂的，因为有点复杂，除了中间那个直道以后呢，上面是一个弯道，然后在下面呢还有一个这么一个弯道，最后是这样的，你看见没？你看最后座椅呢，这是到最后，如果你们家的安装条件全是木地板的话呢，那么它的这些支撑呢，将会对你的木板呢造成损害。但是如果你的这个楼梯啊这些东西都是地毯的话呢，那么这个损害啊基本上不可见的，因为你看它就装在这个地毯上，它要铆在这上面。木头的话呢，它就要那也没办法了，它一定要打洞，它一定要打洞。好，然后呢，它上面有电极，哦，你不去管它，你看，那么它就是2级，电极提在这前面，它显33伏，1.8安，那么配电器呢？你看，小椅这个旋转呢，那么更加的复杂，因为有2套马达。那么电路呢，在这个前面啊，过了，我们就要来进行实测了。哎，大家可以看到呢，我们现在啊，这个特别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。来就做，我们在这做这个4氧气啊，来这个钻。它不是很快。那你心想，你老人家你那么一上一下，哇，心都都他很慢，你看他很灵活，看见没？非常快。你看，你那个手，那个控制键在你手上，看见了吗？他手上有一个前和后，你要上的话你拨这边，你要下去所以你就自己控制呢。你看我的手，你看，非常的漂亮。平滑，那就跟一个高就下来了。啊？就是差不多啊，我们家里面要是有一个小孩子的话，估计我们家这个小孩子每次去都要玩，就说这个东西最好玩。你看，把这一转，享受啊，坐上。那你坐音乐，你坐在哪上头啊？它上面有个就是一个椅子，你看我看这椅子，你看看见没？就坐这个椅子，这个椅子后面背了2个马达，这2个马达就到滑槽里面，看见没？安装电梯的视频呢，就跟大家介绍到这儿。靠着这个弯道享受啊，那么希望这个视频呢，能给大家，是吧？你看这个，就来到了这个项目。你看，它就是这样的，你看见吗？就是坐在那，人就坐在这上面，这个椅子在这儿。这下面呢就是背的全是电池和马达，这个马达呢控制2个那个轮子在这里转，一个上面一个下面。这是为什么？这就是为什么弯道的更贵的原因。如果你只是直道的，这后面一个马达就够了。因为你就是直的，一个马达从头滚到尾，对吧？它如果你是有弯道就不行了。那你想你这个弯道就不行了，它就需要这2个马达协同作战。那比如说你这个马达，你一个直道你可以这么上下，如果你到了弯道了之后呢，那你要稳啊，它就要这样。你看每个高度都不一样，你看它不断的动，不断的动，随着你这个东西下来，所以这2个马达要配合。所以呢，它就为什么它的椅子就要比你那个贵很多，然后加上它的安装费、它的轨道费，总共花多少钱？都要比你。我这个我花了将近不到5000块，一半价。我是旧的。那你旧的怎么能恰好颜色合缝的？跟你这哎，对，我刚刚说的吗？这个人，他来帮你安。我跟你说，你自己，我开始觉得这个事情自己能做，别做，别做。这个东西，如果你家里就是一条直道，你有可能自己做，你有可能。但如果说是有弯道，那有点麻烦，有技术性，它要算它的这个倾斜角，要配什么样的零件，对吧？然后他把它零件弄过来。如果你要自己做的话，你得在网上去定，你网上去定多少的角度，那它有很多技术参数，你不是专业的人，你都不知道怎么去选购那些件。
他说了，这个弯道，这个弯多少度，那个多少度，你有点犯懵。所以呢，你这个东西呢，而且你要是有个东西算的不好，你可能这个东西下来就不平滑，对吧？如果走的不平滑，它有可能导致你这个那个马达寿命减短。你想啊，它本来应该走很平的，结果呢，你可能做的不好，这个地方做的平了，那个地方又做陡了，对吧？它马达一下变速，你马达应该是非常均匀的整个这个下来，所以这个东西呢，你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做吧。所以当时我们这套呢，我记得好像是花了不到5000块，但是他如果是二手的话，比如说这个公司，他也会给你一定时间的保修吗？他就是给你那个人就是管，好像就30天。30天。对，他就做这个生意。他说那你有 risk，但是12天质量保险。他就是安装上。安装有什么问题的，还有人帮你管。然后你中间要出了问题，过了30天就不管，他就不管了，他就是做这个，他就做这个买卖。要收钱的，如果有问题。对，他就做这个买卖。你要是愿意装，那你不然的话，你就3万。地板下面固定那俩口会不会坏？地板肯定能坏。什么东西？地板，你不是固定在地板上，要地板的话，它那个支座就铆在上面的。对，地板那薄，那楼梯地板都薄啊。楼梯地板不薄，怎么薄？楼梯的横梁。楼梯的不是，它装地板上，地板。那地板有多厚？你看，还能薄点啊？这是它的支架。不是地板多薄？这地板。不是楼梯那个地毯下那个薄板，那不用担心。那你这么想，这楼梯你这个人，你正常你几个人都能走，我凭什么就不能走你这个轨道？就这个专业人士他已经先做了评估嘛。他先不太震动，他也震动一点点，震动一点点。不，他都能做，那他也不用做评估。你想这种生意哪家都能做？天天的干部，对吧？哪家都能做。但也是人家的店的那个地板已经不好了呢，那就有意思了。他就换一个地方，那就换一个地方再铆呗。很重要的这个家。那你就换一个地方再铆吧。你包给他都给你。总得找个地方，就是怎么动？哎，这个就是二手跟全新的就有这么一个区别，它有一个保修的问题。对，那你这买新的时候也找这个人装了？他已经对是这个你可能到这个公司有对，专门有这个公司的。给你买什么形状的？对，那新的那个地下室，老人家还是不要用这个它是直的。是啊，问题是你发生，一旦已经发生了，你来都来不及了。你现在换房也来不及了。但是我们没有。你必须得先解决这个问题。那不可能啊！你要是家里没这些东西，他都不让你出院啊！哎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这家按旧的这个有的什么就是补助吗？没有，装这个东西一点补助都没有，一点都没有，装新的也没有。啊，新的也没有，就没有补助。那你这是必须的，你可以补助的房。拉手啊，这些才给你补助。我怎么看好像？什么鱼池的拉手啊，完了还有那些小东西，这玩意儿没有，这玩意儿没有，很少，一点都没有。那你刚才说家里头没这，他不让你出院。你家里要很多东西，他都要你有的。你那些东西，你那个小手，那他为了你安全，你必须要有啊。那你现在当然你非得跟他说，你可以拿说我有，那也没办法。要不要出拐棍啊？在家走？要，那些全都有，包括那些拐棍儿，还有那个车。Walker， 对，你看就这个车是必须得买的，那就这个车是必须得买的，那就这个。你看 Walker 啊，这个车是必须得买的。这个车呢，这个车很方便，它只有前面2个轮子，后面呢就是可以站立，很安全，它不会滑倒。这个必须得要有几个东西是必须要的。这个东西夹棍还有什么东西？那你刚才这个主要的你介绍的这个滑，就是帮助他transportation。这个他也必须要有才能出院吗？也不是，他这东西都是，对他都是说的。你们家有没有这个？你家里是不是住bungalow？那你只好如实说了，对吧？如实说。他当时在那个医院里的时候，他就跟你说了，你家里要进行改造。那我心想，这个东西他不有，那我也要做啊。那我已经来不及了，我不可能叫我们家老爷子每天睡在大1楼吧，对吧？
对吧？那个不能洗，还要洗澡的问题啊，那一切都晚了嘛。你要说我早知道10年前他就要发生事儿，我当时买个单个楼那就完了。这已经发生了嘛，对不对？这就必须要去，这是眼前的事儿，你必须得处理，对吧？所以我当时就立刻，好在这个人非常的好，这个人叫 Nick， 你们在这个可以机器上一找，哎呦就能找到。你就是说做这个 lifting， 这个家里面的这个 lifting。哎呀 ，lifter 这个 lift 或者是这个一找就是这个人，上楼梯的，对，就是这个人，这个人在体育上就是他这个广告不断的翻新，反正就是他，就这个人。我觉得这个人呢还是蛮好的，他就住在这个 Stittsville， 他就住在这，他们家里面他就是干这个事儿。我觉得他呢是可信的，因为他确实做这些事儿。这是这个事儿，好了。那么就这个，然后呢，家里面呢，就是说，除了有轮椅以外呢，我就买，就上次因为那个谁说他关心，那就我就买了这个，这个呢是蛮好的。这个实际上呢，我们家呢不仅仅是我们家之前就有了，我妈就有。那么这个东西呢，你看有刹车，对吧？有刹车，这个东西呢平时可以弄，然后可以把它刹住。然后呢，他们经常去那个外面，他们两老还经常去外面玩。去外面玩呢，他们就没事呢就可以坐公共汽车上，有的没坐，当然他们都有。他们有的时候在外面就走累了，就在他们坐一坐。就这个车呢还是蛮方便的，这都在那个地方都有的卖。就这个我觉得，年纪大的人呢，这个小车呢还是挺方便的，这他们经常用的。哦，这上面还有菜篮子，还可以挂着去买菜。可以推走，它是可以推走，但是这个东西呢，它的刹车在这儿。它刹车在这里，看，你可以这么走，一刹，你看，你就刹在这儿。啊？这不能当轮椅哦，可以当轮椅。可以当轮椅推吗？这个当轮椅推。哦，那很难，去弄轮椅的轮椅的轮椅就是自己带走，自己慢慢走，对，不能倒走。然后呢，可以休息一下。对，而且这个东西呢，如果你做完手术是不准用这个东西的，这个东西是不准用的。因为这个东西会往前滚的，会往前滚的。他有时候老人做完手术神经控制不好，这医药滚出去那不得了。这个东西是不能用的，这个东西只是这个就是说助力的，但不是说那个什么的。那边推不了，哪边推不了？这边推不了。他就是让你在这个方向走的。对，这一个方向往前推着走。那你没有人这么去坐着就推它，哪有这么转？这怎么推啊？都转向都转不了。对呀，你何必呢？那么方向没有必要了，因为哎呀，这年纪大的人了，该轮椅就轮椅，该那个什么就那什么，该什么你不要，就是一个小米加步枪，一个这个东西也要干这个用，也要干那个用，因为你这样也会对这个护理的人产生很大的这个，那你得多专业啊！你想，你还得去训练，哎呦，我这么转车，你说干嘛呢，对吧？对呀，没必要嘛。所以说，我自己走的，轮椅是推你的。我告诉你，老人家就是要找一个 physiotherapist， 就是给你评估，他会介绍这些东西。对，都有，都有这个东西呢，确实是都有。原来他们还有会推荐你，包括你那个支撑啊，还有带爪子的，还有各种各样，包括你的厕所，所有的评估一遍。我们原来是做那个东西，反正也都搞的那些东西。所以呢，今天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关于换宽的这个问题呢，就跟大家介绍到这儿。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哎，那我再问一下，那这个轨道，我不用这个轨道，他们老人家自己能够一步步往上楼梯？那可以嘛，因为他那个还是，因为你那个还是在嘛，那个整个东西。不，我就说他自己可以慢慢上楼梯，他这个必须要这个轨道开始上。landing 跑位，它不打来这个。看，因为你最后这个，你看。你最后这个东西，你还是它并不妨碍你，它就只有很小的，你还是可以这么抓着，它就只有这么宽，所以说你还是可以扶得上去。就是说这个人本身是不是说上下楼他就只能用轨道，他没有轨道他自己就没法走上楼梯了？他可以走啊，他有一个，他可以遥控。哦，对，我忘了介绍这玩意儿，这玩意儿楼上楼下各有一个遥控器，比如说一次坐一个人，家里面，比如说我爸下去了之后，他忘了把车就是放上去，然后呢，我妈又要下来，那我妈有个遥控器，一摇，那个车就上来了，他又坐下去。不，我想问的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这个手术如果他做的
做完以后，家里没有这个轨道的话，他是不是就如果没有事，就完全就没法自己上楼梯？就完全不行，太那个什么了，那会很痛苦。他做完了这个宽了之后，你不希望他那个。他过了6个月以后，他还是没法自己上楼梯吗？他们现在已经完全依赖这个了。一旦有了这个东西以后，他们就不想上了，就天天都在用。因为他年纪大了，他们就怕摔。我都拉到那个手，他可以自己上，他做国内做的。在国内做的，对，是可以做。对，他可以自己爬上，拉到那个栏杆可以上。但是他们现在已经不用了，因为就怕他在还年轻。对他怕那个，因为我母亲本来腿就不好，所以他怕又摔，对吧？还不如做这个东西安全。然后我爸又做了这个，那就他们就何必呢，对吧？没有必要去 fight 这样的。那医生也建议他不要自己上楼梯是吗？那医生也建议他不要上楼梯。那倒没有，那倒没有，因为能够上就上。他那么年纪大了，对，他不好用，他就弄一个这个。这么说吧，患髋的人，在我们这个年轻人喜欢滑雪的，那很多，有时候下来一摔，这就换了。然后我知道的，有的人2个人都是金属的，然后照样在外面滑雪。照样在外面滑雪。不光姐还能滑雪。不是，我没有说年轻人。年轻人，对，是不一样。年轻人换关节还能滑雪。当然了，这跟你换下面有朋友要讲这个，医生要讲这个，这个换完了之后就跟你这个正常人一样。年纪大不行，年纪大本身。反正。年龄大了，不能，他那个你装那边那就距离长了。对，进入角度是可以。对，装那一边。装那边应该也可以吧？应该也可以。因为你说的对，他并不依附于你这个栏杆，他就站在那儿，他对，应该是可以做的。但是那你想，那你的成本，那我觉得成本就上去了呗，那外线嘛，因为这东西都是钱。你看他做了多钱还没有？是，很贵，稍微长一点的，稍微在你的房子里面有一个大转弯的，3万块钱。很贵的，新的真的是很贵。不吵。就直接充电是吗？对，他自己充电。没有任何没，很安静，他就是很好的系统。对，反正这个东西呢，家里如果有老人的话呢，可以考虑，因为这玩意儿以后是越来越贵，安装成本到这个真的是很贵。我以后我有搬下书房吧。对，有时候你要这么想，如果我们中国人总是会说，哎呀，我为了锻炼，辛苦一点，那也是锻炼。那你要这么想，你把那个锻炼花在这个，比如屏幕上啊，你要在自己锻炼，你不要去锻炼这种地方，对吧？你说你非要耗这种地方去锻炼，跟自己就过不去，万一摔了怎么办？对吧？他那个凳子平时不用的时候，它是可以折叠的，它可以，它是自动的还是要手动？就那这个简单，就把盖子一翻就老人家也没问题。对，一翻起来要打自己电动棍。我看。对，就这样。它包括那个扶手都是可以打起来的。扶手都可以打起来，它上面还有安全带呢，但是从来没有系过。那这不是安全带吗？那这安全带的壳从来没系过。我现在别记了，对，我记了，真的是连这个椅子连滚带爬呀，还不如不记呢。反正就是这么个东西，对。那谁家的？直的就很便宜，直的肯定是在那个人跟我说就是5、6千块钱，因为我刚才说了直的，它不仅仅是这个轨道简单，连那个马达那个椅子都贵。那椅子是最简单的，那个椅子很贵的，那椅子可能你要3万块钱，那椅子就值1万块。这个椅子？哎，对。我说了嘛，如果你是直线，这个很简单，
因为你这是直线，那个角度和那个斜度都是一样的，所以它就要只用一个那个齿轮在上面转就行了。但是如果你只要一有弯道，那什么都那你想，你一个齿轮在弯的地方怎么弯会卡住的？所以它是用了2个小齿轮，更小的齿轮，2个小齿轮，而且它那个小齿轮是挂在悬挂系统上的。然后呢，适应不同的地方，然后有的地方角度一大，又有一偏，还有这么动，那2个上面始终是保持平稳的。所以那个椅子是很贵的。您下面有没有书法？没有。好了，今天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不然的话，我们应该交给下面的这位讲座了。行，好，谢谢大家。这个现在。